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做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跟朋友们聊聊最近上映的律政電影《最後的真相》。最後的真相名副其實，最後才能看到真相。電影呢有屢多反轉，當然總的來說，從我個人角度它講的就是一名律師如何一步一步把自己從前途無量作到一敗塗地，以至於鋃鐺入獄的故事。我真誠建議每一位法學生及法律行業的從業人員都去電影院看一看這部電影真的，一個律師通過坐牢才能得到的教訓，你只需通過一張電影票就能夠得到，就問你值不值？劇中呢，小明飾演的丁一峰是一個曾因舉報自己律所導致被業內封殺後一度淪為討債公司法務的律師。就在他即將因討債過程中的刑事犯罪行為被追究刑責、吊銷律師證的檔口他的法學院大學老師就拉了他一把，助他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免被追究刑事責任，並推薦他去了自己另一個學生的律所。教練我想打籃球。丁律師在得到機會重新進入律所後接手的第一個案件就是一個看似無足輕重的法援案件。據警方初步調查的事實該案係按摩女與客戶在交易期間起爭執按摩女故意殺害客戶，且已經認罪認罰。在現實生活中呢，這樣的案子想要打無罪比登天還難。我甚至可以說無罪的辯護成功率已經不是電影中所說的3%，就是0。但是丁律師太餓了，他想抓住這個機會，他想通過完成這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給自己的職業生涯打一場漂亮的翻身仗。所以他在接下來進行了一系列的逆天操作，比如說在會見當事人時未經當事人的同意就私自錄音，要挾逼迫當事人做虛假陳述等等。總的來說就是律師不該犯的大忌，他幾乎犯了個遍。總而言之丁律師在一個本不該使勁的案子上用違法違規的方式瘋狂使勁，最終使案子呢得到了一個對當事人來說最糟糕的結果。然後呢，他把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都送了進去。是的，丁律師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告訴我們，作為律師規範職業到底是有多麼的重要。他一定以為自己很聰明，並一度因此呢獲得了勝利的錯覺。不是的，善勇者逆。我們行業裡已經有太多比他聰明的多的律師在法律的邊緣瘋狂試探，以至於跌入萬丈深淵。他並不聰明，他只是在自作聰明。他想的這些伎倆只要是律師都能想到，但一般律師不會做，因為但凡是腦殼清楚的律師都知道這麼做背後的風險。且不說現實生活中電影中小助理看他這麼做不也冷笑了一聲嗎？在法律行業，依法依規執業，小心才能使得萬年船。不過我也必須強調，在電影中呢，這是合乎他的人物邏輯的。曾經光芒萬丈的他太想回到舞台中央了，而違規討債的經歷又讓他打破了自己對不擇手段的基本審慎。他原本在電影一開始就應該坐牢的，他只不過是在電影結尾將原本就該踏進監獄大門的腳換個姿勢重新踏進去而已。而除了丁一峰這個人物以外本電影引申的一些對現實主義的議題，我認為也非常的值得探討。比如說特殊關係中的性權利保護問題。其實《最後的真相》這部電影有引申出兩個現實的法律話題第一是性工作者是否可以主張自己被強姦，第二是否存在婚內強姦呢？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呢，得看你是在純做法考題，還是真的在做案子。如果你是純做題，那很簡單，性工作者是不是人呢？是。已婚女性是不是人呢？也是。是人肯定就有性權利。刑法第236條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當性權利被侵犯的時候，女性當然可以主張對方強姦。比如電影中如果按摩女一開始只承諾進行打飛機服務，但客人突然要求發生性行為，如果按摩女不願意，性行為被強行發生，那她就可以主張對方存在強姦。但從實際做案子的層面情況可能就沒有這麼想當然的。是的，違背婦女意志可以主張強姦，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你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女方不願意呢？對雙方價格也談好了，他錢也收了，轉賬記錄也有，過程中服務也很到位，你就單憑他事後空口說不願意就認定男方違背婦女意志構成強姦嗎？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做到一半突然要漲價，或者仙人跳，或者男方被人打擊報復呢？看到這兒，我想會有一些女性觀眾血壓已經上來了。強調我這麼說並非有任何不尊重女性的意思，我只想說做案子遠比做題來得複雜，尤其是刑事案件是需要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如果我們事實認定錯誤，判錯了案子，那對被告人的傷害將有可能是長時間自由的受限和終生犯罪者的標籤。這一點不僅僅體現在性犯罪中，還體現在所有的刑事審判中，而這個基本原則不能因涉及到性犯罪就予以退步。誰主張誰舉證，
在刑事案件中侦察機關是必須掌握完整能證明有關犯罪事實的證据鏈條，才能採取进一步的刑事措施的。不然你以為退回補針補的是什麼？喊口號誰都會喊，漂亮話誰都會說，可話越漂亮，口號越響，法律就越應保持最基本的理性。因為如果連法律都沉溺在口號與漂亮話中，放任事實被扭曲，讓無辜者得以蒙冤，那請問你真的以為這就是對女性權利的保護嗎？你真的以為以後你不會被反噬嗎？不會，因為今天法律能因你口號嘹亮而妥協，明天它就有可能因為你討厭的人嘹亮的口號而讓步。當今天你允許他人用錯誤的手段消滅你討厭的人時，你就已經通過明示或默許的方式認可了該手段的合法性。放心，到未來的某一天，甚至也許就是明天，這血跡斑斑的狼牙棒是一定會毫不留情地揮到你的頭上的。不要只光顧着看殺頭，殺頭很熱鬧，沒錯，殺他一定有殺他的理由，當然，但還是那句話，不要光顧着看殺頭。與此相對在這個案例中，雙方如果有扭打痕跡，有錄音錄像證據，男方自認，那事實呢就對女方很有利了。第二個話題是婚內強姦。在電影中丁律師有說到婚內也是可以存在強姦的，這句話錯沒錯呢？沒錯，但還是那句話，看你從哪個角度理解。從做題的層面性自主權也是人身權利的重要一部分，你不能說你結婚了就不是人，人身权利就受到限制了。所以理論上你可不可以主张存在婚内強姦呢？可以，但是你再看實務層面可能又不一樣了。目前司法實踐中結婚以後是可以認定婚內強姦的，但婚內強姦一般只被嚴格限定在以下3種情況：一是離婚訴訟期間，二是離婚冷靜期期間，三是長期分居。為什麼呢？诸君可以搜一下離婚案件的判決書，裡面100份可能有一半以上女方都主張自己遭受過性暴力。到底有沒有呢？我不得而知但如果認定正常婚姻狀態下也存在強姦的話，客觀上就容易導致相當部分的離婚訴訟變成了刑事訴訟。今天你左腳踏入了婚房，明天你右腳就踏入了牢房。別以為我在危言聳聽律師行業都知道，最容易被當事人人身威脅的律師其實不是刑事律師，而是婚姻家事律師。因為打過離婚官司的都明白，開始時愛多深，結束時恨就有可能多烈。真打起官司來親密關係中的雙方是很有可能往對方心窩子上捅刀子的，這份恨呢也很容易移情到律師身上。且更重要的是離婚通常還伴隨着財產分割和抚養權分割。和平分手容易，和平分錢挺難。你分我錢，那是分我命我要是有办法能把你人都送進去，你說我有沒有可能試試呢？甚至社會中存不存在騙婚現象呢？如果正常婚姻狀態下也能認定婚內強姦，那會不會讓騙婚者鑽了法律的空子？雖然是我先出軌但請你淨身出戶，因為如果你不淨身出戶，我就寫小作文告你，讓你坐牢。別以為不可能有可能，也別以為我在舉極端案例你該不會真以為這個世界上好人多吧？在好的規則下，壞人也能變成好人，在壞的規則下，好人也會變成壞人。警惕海量個例。是的，從實務的層面，如果不加辨別的支持婚內強姦，那客觀上婚姻給兩性關係帶來的那份安全感就會受到影響。還有多少人想結婚敢結婚，這對社會的穩定健康发展到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那也不好說了。所以法學界如何從理論層面解決這個實際問題呢？主流觀點認為同意發生性行為是你選擇走進婚姻這種人身關係後所需要承擔的夫妻義務，都是義務了，那就不存在強不強的問題。這事兒就跟9年義務教育一樣，上學是義務，在婚姻中發生兩性關係也是義務。這時問題來了，那我就是不想和伴侶發生性行為怎麼辦呢？答案很簡單，分居，提離婚。存在離婚冷靜期，尤其是訴訟離婚期間即已經表明雙方已經感情嚴重不和，這時司法認定男方存在強姦行為是有明確的司法先例的。法學生和法律工作者有什麼區別呢？法學生只看到法條，而法律工作者看到的是法條背後複雜的人間。而同樣，好的電影也能讓你看到人間。最近呢，我們國內出了許多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也都取得了不錯的票房。最後的真相呢，也是一部關注現實，同時探討了一些現實議題的作品。尤其是它還是難得一見的对行業有警醒意義的律師題材。所以我真誠建議朋友們，尤其是法學生和法律行業的從業人員去看一看，感受它的警示作用，然後提醒自己不要作死，不要瘋，再惡也要保持底線，不然你會毀了自己，也毀了一切。歡迎來到真實的法律世界，我是法山，我們下期再見。